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准提咒自古灵验无比，无修学禁忌，不论在家出家、酒肉妻子皆可成就，无能破法，许愿即灵，且是佛家正法，非一般旁门左道可比。著名的《了凡四训》一书，主人公袁了凡居士也是修持准提咒而改变命运。既然准提咒这么厉害，那么持诵准提咒又能带来哪些功德利益呢？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则被称为真言之母、神咒之王的准提咒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准提咒出自《准提陀罗尼经》，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又称最大满愿咒，代表咒母，意思就是说，你即使不会念其他咒语，但是你只要会念准提咒，那么你想哪个咒，准提咒就变成你想的那个咒。比如说你不会念药师咒、百字明咒，但你又希望得到这个咒的功德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只要你会念准提咒，那么准提咒就自然而然变成药师咒、百字明咒，因此我们也称准提咒为真言之母。因为所有的咒语都从准提咒而现出。在知道准提咒的由来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殊胜之处。准提咒的殊胜之处总共可以分为3种。第一种，准提咒总含一切诸真言故，一切真言不能含准提，如大海能摄百川，百川不摄大海。第二种，准提坛法，人意半故，但以一心境未曾用者，便是坛法，不同于咒。建办坛法须得拣选净处，香泥涂地，广造佛像，多用供具，方能成就。第三种，为不减染净得诵持故，不问在家出家、饮酒食肉、有妻子等，皆能持诵。因为今时俗流之辈，待妻携子，饮酒啖肉，是为常业。虽逢善知识教示，习性难以改革。若不用此大不思议咒法救脱，如是人等何日得出生死？不同于咒，需要持戒方得诵习。而在持诵准提咒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能获得相当多的殊胜功德。总的来说，我们可以将之归纳总结为以下12种。第一种，至心持诵，能使短命众生福寿无量，令现世得无量福，凡有所求无不称遂，如如意珠，一切随心，功效很大。第二种，诵此陀罗尼满90万遍，无量劫所造10恶4重5无间罪，悉皆消灭，所生之处常遇诸佛菩萨，丰饶财宝，常得出家。第三种，若有在家善男女等持诵之者，其家无有灾横病苦之所恼苦，诸有所作无不邪偶，所说言语人皆信受。第四种，此陀罗尼有大势力，至心诵持必当自证，能令枯树生华，何况世间果报。若常持诵，水火刀兵怨家毒药皆不能害。第五种，若人六亲不和，不相爱念，依法诵咒，所向和合，闻名见身，皆生欢喜，举凡所求无不遂心，况能结斋具戒，一心清净，依法诵持，不转此身，即证菩提，有大功力。第六种，若依法诵持，一心精勤，功力说不可尽，随意所求，速得成就，受胜妙乐。第七种，神咒是诸佛密印，佛相传，不通他解。第八种，此法过去一切诸佛已说，未来一切诸佛当说，一切诸佛今说，我今亦如是说，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令得无上菩提故。第九种，若有薄福众生，无少善根者，无有根器者，无有菩提分法者，若得闻此陀罗尼法，速即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第十种，若有人能常自意念诵持此咒，无量善根皆得成就。第11种，此准提咒一切诸佛菩萨等同说，独不别行，总摄25部真言坛法。龙树菩萨以记赞曰：准提功德具，寂静心常诵，一切诸大难无能轻视人，天上及人间受福如佛等，遇此如意珠，定获无等等。第12种，大教王经中说道：七具之如来，三身赞说准提菩萨真言，能度一切贤圣。若人持诵，一切所求悉得成就，不久证得大菩提果。得知准提真言，密藏之中最为第一，是真言之母，神咒之王。
在看完了这12种持诵准提咒的殊胜功德后，如果大家对持诵准提咒的功德利益仍然心存怀疑，那我们就再来看看下面这位佛友持诵准提咒的感应故事。在追随南怀瑾的外国学生中，曾经有这么一位叫做阿里斯德的美国外交官。要说他是怎么成为南怀瑾的学生的，数年前，南怀瑾在一次旅居美国的时候，阿里斯德第一次踏入了南门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阿里斯德对东方文化早有了解。在见到了南怀瑾之后，他立即对南怀瑾肃然起敬。在这一次见面之后，阿里斯德就开始经常到南怀瑾那里去听课，并成了南怀瑾的学生。但这段师生关系维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最多不超过1年时间。1年之后，南怀瑾离开了美国，阿里斯德也被公司外派，辗转好几个驻外岗位，职位也步步高升。但是他始终还记着南怀瑾对他的谆谆教诲，以及老师所传授给他的准提咒。说起当初为什么拜南怀瑾为师，阿里斯德这么说道：当年他第一次去南怀瑾那里，在他刚一踏进南门的那一刹那，他就喜欢上那个氛围了，感觉那里就像一个大家庭。在刚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时候，他总是看到好多学生跟南怀瑾学习禅宗、学打坐，但是他什么都没学，因为他的工作太忙了，根本抽不出一点时间用来打坐。他还看到有的学生跟南怀瑾学念咒子，当时的他不以为然，不相信念咒子会有多大的作用。但后来想了想，既然跟了这位老师，总要学点什么，那么干脆从最简单的学起，还是念咒子吧。于是他便开始从念咒子慢慢学起。南怀瑾就推荐他开始念准提咒。一开始他是抱着求证的心理，想试一下念咒子到底有没有用。结果试了几天，发现见不到任何的效果，这让他对持诵准提咒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，准备放弃这种没有意义的学习。正好边上有一位同修看到后，劝他不要轻易放弃，并告诉他念咒子至少要念数十万次之后才会见效。于是他便开始坚持每天持诵准提咒，一天花费大约5-6个小时，持诵6000多遍准提咒。有人可能会问，一开始不是说他工作很忙吗？他哪里来的这么多时间去持诵准提咒呢？那是因为修持准提咒时，既可出声念，也可心中默念。出声念一般用于正修或多人合诵，而默念则用于散修或长时间修行。而阿里斯德正是用默念，因为他念咒从不出声，在心里念，因此随时随地都可以念。开会时念，办公时念，散步时念，甚至开车时也念。就这样整整持诵了8年时间，他已经累计念了1300多万次准提咒。后来他有次来探望南怀瑾，在向老师报告自己的学习成绩时，周围的学生听了个个称奇，都说他了不起。准提咒很长，一共有30个字。其实在南怀瑾的学生中，有许多人都在持诵这个咒，但是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像阿里斯德那样持之以恒。而且阿里斯德在念咒1300多万遍后，在他的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神奇的变化。他曾和南怀瑾聊天时说过，我念咒子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菩萨显现，但是念咒的结果却使我现在做任何事情都变得很容易很顺利，我的思想也很容易集中起来，不管碰到什么难题，很快就能找出解决的办法来，几乎到了心想事成的地步。而且当一件事情做完了，或者自己觉得不要再做下去，要把它放下的时候，很快就可以放下。当然，准提咒所带来的神奇变化不只体现在他的身体上和心理上，它还能让你趋吉避凶，远离灾祸。这里就以一个阿里斯德曾经历险的故事为例。有一次，阿里斯德去外地出差，结果他所搭乘的飞机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发生了故障，飞机一侧的引擎突然发生故障不转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想必大家都明白。当时飞机上所有的乘客个个丧魂失魄，惊恐万状，阿里斯德自然也不例外，马上想到如果自己遇难了，那他的老婆孩子怎么办？但他又突然记起了临行前太太对他的吩咐，你出差在外，不管碰到什么事，不要考虑我和孩子，优先将自己放在第一位。于是阿里斯德即刻恢复了镇静，什么也不想，闭起眼睛开始念起了准提咒。最终引擎的故障没有造成空难，飞机得以平安降落，全体乘客逃过一劫。
阿里斯德这次出差逃过劫难，有人说是他念准提咒的结果，是准提菩萨在冥冥中保佑着他。还有一次，公司派给他一个任务，让他出一趟远差。在他把一切行李以及日程都安排好了之后，他却突然想到自己好久没有去看南怀瑾了，也好久没有休假了。他本身是一位忠于职守、事必躬亲的人，但是唯独这次，他却一反常态，居然向上级请示了休假，并在请假的第2天就带上了全家到香港看望南怀瑾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当他在香港下飞机的那一刻，一架飞机在国外失事，机上全部人员遇难的噩耗传来。而且很凑巧的是，这趟航班还正好就是他之前差点出差要搭乘的航班。由此可见，持诵的准提咒的神奇力量不仅让他获得了神奇的感应，而且还让他一次又一次躲过了灾祸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。从南怀瑾的这位外交官学生身上发生的事迹，我们不难看出，准提咒不愧是神咒之王，不仅让南怀瑾的这位学生人生一帆风顺，还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各种灾祸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与准提咒的故事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